作为一部原本诞生于网络都市传说的电影，后世不仅在全球掀起了观影热潮，更是已经成为了好莱坞眼中最成功的网络恐怖改编案例之一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如今受短视频影响的年轻观众并不是没有耐心，因为只要作品足够新鲜、足够有创意、足够值得沉浸，他们依然愿意投入时间去欣赏一部真正的电影。后世的成功也让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意识到，真正需要改变的并不是观众，而是电影本身。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·诺兰也特别点名称赞了后世，并借此回应外界长期以来对于年轻人注意力越来越短的说法。诺兰表示，他从来不认同年轻观众已经无法欣赏长片的观点，因为在他看来，电影依然充满生命力，它只是在不断的演化。而像后世导演凯恩·帕森斯这样的年轻创作者，就正在把互联网文化、网络恐怖等全新的表达方式带入电影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也在推动整个行业继续向前发展。诺兰甚至形容后世的一些片段带来的神秘感与恐怖氛围，几乎就像是在观看大卫·林奇最难懂的抽象影片，但年轻观众却看得津津有味。因此，他相信真正优秀的作品，无论片长多久，都能够吸引年轻观众。哪怕《奥德赛》的全长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，情况也会同样如此。事实上，《奥德赛》还没上映，就已经在网络上掀起了大量的争议。从服装设计是否符合史实，到由赞达亚、路皮塔尼维奥出演古希腊的神话角色，再到邀请说唱歌手特拉维斯·斯科特客串吟游诗人，都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。甚至连电影采用现代英语对白，演员使用美式口音，也遭到了部分观众的批评，认为诺兰是在为了迎合年轻观众，主动放弃古典文学的厚重感。面对这些声音，诺兰显得十分淡定。他表示，这些批评几乎都发生在观众真正看过电影之前，因此意义并不大，因为大家根本还不知道电影究竟要讲的是什么。对于采用了现代语言，他解释道，自己更希望观众感受到的是语言带来的情感，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年代感。他希望角色能够真正的与现代观众建立联系，而不是因为过于古典的表达方式让观众产生距离感。在谈到演员阵容时，诺兰表示，奥德赛中的角色本身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神话人物，因此他希望邀请最优秀、最具辨识度的演员来诠释这些经典角色。虽然故事发生在数千年前，但电影探讨的人性、战争、权力与寻找家园等主题，其实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能够看到他们的影子。此外，诺兰还借自己拍摄蝙蝠侠3部曲时的经历，分享了创作改编作品时最重要的原则。他表示，当年接手蝙蝠侠时，这个经典角色已经拥有60多年的历史，无数漫画家都曾尝试赋予蝙蝠侠不同的意义。但他后来才明白，创作者真正需要做的，不是试图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而是用自己最真诚、最有力量的方式去重新诠释原作，这才是在真正尊重经典。从后世的爆红到奥德赛引发的话题，或许都说明了一件事：真正能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是片长，也不是流量，而是创作者是否愿意坚持自己的表达。当电影拥有足够的诚意与创造力时，无论是一部网络恐怖作品，还是一部3小时的古希腊史诗，都依然能够吸引这个时代不同的观众群体。这里是影视查克 Think Check， 每天与您分享最新的海外影视资讯。